その台湾に対してですね、武力攻撃が発生する。で、海上封鎖っていうのも、これ、戦艦で行い、そしてまた他の手段、も合わせて、この対応した場合には、武力行使が生じうる、話でございま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威胁武力介入台海问题。那么，以安倍晋三、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自民党右翼政治势力是如何与台独势力勾结的呢？这就要从台湾光复说起。台湾光复之后，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把一些日本人又请回了台湾。这些日本人是谁？他们来台湾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最近几年，日本政客老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听着很热血。但你知道这口号背后藏着一段蒋介石亲自牵线埋了80年的历史暗线吗？看完你就懂为什么日本有些人对台湾念念不忘。从大陆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就开始秘密组建和重用前日本帝国关东军为成员的白团，来训练国军反攻大陆。白团名称来源于其组织者日本前陆军少将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白洪亮，以白为姓，正是包含了对抗红色之意。所以日本的红白歌会是不是也是这个调调？这是一个前后延续20年的大规模、有组织性的军事支援活动，与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几乎平行。20年间，先后有83名日本军官加入白团，其中82名上过中国战场。蒋介石早年在日本留学，并毕业于东京正武学校，也是其日本情结的根源。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成为战后日本台湾帮的主力，他们构建了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右翼前军人势力，以及战前财阀、政客与官僚等军国主义余孽组成的反共大联盟，成为战后50、60年代日本政坛的主导性力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则被认为是台湾帮之祖。1973年被认为是日本台湾帮正式形成的一年，出现了2个组织形式，一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老巢和据点；另一就是青蓝会，由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这2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都是岸信介，他们把持了日本的安保和外交决策大权。其主要诉求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把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同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宣称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恳请富田直亮继续留在台湾，要接受白将军的指导，并授予其上将军衔。白将军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外籍军事将领。多年来，台湾同许多国家的贸易都呈顺差，唯独对日贸易却是逆差。台湾利用这种日台间大量的商业渠道，在合法外溢的掩护下，把对日院外活动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入日本的台湾帮之手。台湾帮对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和赖清德的上台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已然是台独势力的鼎力后盾。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台湾帮即为日本支持分裂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不断策划台湾地区领导人访日。近年来，民进党持续多年执政，大肆去中国化的同时，不遗余力展现媚日行为，特别是在教育年轻一代的问题上，明确亲日仇中，都有日本台湾帮的影子。从蒋介石秘密引进白团教官，到岸信介构建台湾帮，再到安倍喊出台湾有事，这条跨越80年的暗线清晰的吓人。如今的日本台湾帮早已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有金流、深度嵌入美日安保体系的政治怪兽。他们利用台湾的战略价值和对历史的扭曲情感，持续操弄两岸关系，阻挠统一。认清历史，才能看清现实。每当听到日本右翼政客喊出荒唐口号，其实都是背后80年未断的、充满勾结的历史暗流在作妖。不过，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是绝不可能允许日本政坛这股邪恶势力还魂的。与其鼓吹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如谨记，借台湾生事，就是给日本找事。